大家好，今天來介紹幾個軟體工程師使用的 Obsidian 外掛。在這邊所指的軟體工程師呢，泛指所有跟電腦相關的所有設計、開發、維運的人員。因此，比如說是程式設計師、網頁設計師、美工人員，或者是電腦系統的維運人員等等，通通涵蓋在我這一邊所指的軟體工程師的範圍之內。這一次介紹的外掛呢，是跟軟體工程師在產生內容方面相關的一些外掛，同時在講這些外掛的時候呢，有一些小技巧可以來做一些分享。那以下我們就來看一下，有哪一些是軟體工程師必備的 Obsidian 的外掛。軟體工程師跟其他的知識工作者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軟體工程師每天都必須跟程式碼為伍。在 Obsidian 的這個 Markdown 語法呢，提供了我們可以使用很簡單的一些標記的方法，就來記錄我們經常要使用的程式碼。那我在這邊再介紹了這幾個跟程式碼相關的外掛呢，就能夠讓我們工程師們在平常需要取用到要參考的程式碼的時候呢，能夠有更好的一個記錄的地方。我們都知道Markdown 裡面在處理程式碼的標記有所謂的 inline 跟 block 兩種，也就是行內的跟區塊兩種程式碼。那在這個行內的程式碼，也就是說我們在一行裡面可以用單倒引號呢，就組成所謂的這個行內的程式碼。比如說像我這一個，那我們通常會使用這個行內的程式碼這個標記呢，可以使用在跟Windows 路徑相關的一些路徑的使用上。比如因為我們有這個倒斜線，那如果我們用了這個倒引號把它括起來呢，就會讓我們在呈現上面呢會比較不會出現問題。第二種所謂的區塊程式碼的標記，我們通常就是可以使用3個倒引號。比如說我們下面這一個就是所謂的區塊的程式代碼標記，我們在3個倒引號後面，這是開頭，那結尾呢也一樣用3個倒引號。除了這樣子以外呢，我們可以在3個倒引號後面再加上我裡面這個區塊裡面到底是使用哪一種程式語言。因此我們在開始的倒引號後面可以指定程式語言的名字，比如說我這邊指定了它是 JS， 表示它是 JavaScript 的程式碼片段。那我們要介紹的第一個外掛就是所謂的 Editor Syntax Highlight。那我們只要把這個 Editor Syntax Highlight 啟用起來呢，即使我們在編輯區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個呈現的程式碼，也會有程式碼高亮的一個呈現。那我們首先來把這個Editor Syntax Highlight 給啟用起来。我目前是沒有啟用的。我們在第三方外掛裡面，然後輸入 Editor， 找到我這一個外掛，就是這一個，我把它先啟用起来，然後我們再關閉。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我現在雖然是在編輯狀態，我們目前這個是一個編輯區，它也會用語法高亮的方法來呈現。那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更方便的來看到我們的程式碼了。有什麼錯誤啊，或是有什麼需要再做特別修改的部分也可以很快的就看到。那這樣子的結果跟我們在浴室裡面會看到是一樣，都是會有語法高亮。那要注意的是，它可能跟你的使用的主題有關。它有可能就是你在編輯區的高亮的顏色可能會跟你在預覽區的高亮的顏色可能會不一樣。好，那這個是第一個要介紹的外掛Editor Syntax Highlight， 讓我們在編輯區也可以馬上看到這個語法的高亮度的呈現。好，那第二個就是稱作 Embedded Code Title， 也就是它可以幫我們把我們的程式碼區塊加上它的檔名。那這樣子的方法就是我們可以很快的辨識我這個區塊到底我可能當時使用的檔名是什麼。比如說我們這一個下面这一個範例我是用 HTML 表示我這一個內容呢是 HTML 的格式，後面我們再用冒號再加上檔名，那我這一個檔案呢是 index.html。那我下一個區塊呢，它的格式它的程式語言是 CSS
串接式的樣式表。那它的檔名是冒號 style.css。第三個區塊呢，它是 JS 的格式然後呢，檔名是 myfunk.js。那這個是在我們編輯區的狀態裡面，我們按一下 Ctrl+E， 把它切換成預覽狀態，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區塊呈現的方法就會是出現一個 index.html， 在這一邊就會有它的檔名出現。那它這個檔名的樣式我們可以在第三方外掛的設定裡面自己去做一個修改因此它这個樣式是可以自己去做調整的。然後根據你所使用的主題樣式不同那區塊程式碼呈現的方法也會不一樣像我現在用的這一個 Blue Topaz 這一個外觀它會在我這個右邊會顯示它的程式語言的格式那這樣看起來對我們的筆記來看就會更清楚更明了。這個就是介紹的第二個外掛。接着我們來介紹跟圖片相關的外掛。因為我們工程師經常需要去截圖並且把螢幕上的某些畫面給儲存起來，當做以後的參考。那 Obsidian 呢，我們在截圖以後呢，可以很方便的直接按 Ctrl+V 或者是 Command+V 的方法直接把剪貼簿裡面的圖片直接貼到 Obsidian 裡面來。那這個時候 Obsidian 呢會自動幫我們給這一個貼進來的圖呢一個檔名。我們再透過下面的這幾個外掛能夠協助我們在對這一些貼進來的圖片做更好的控制。那我們介紹的第三個外掛就是這一個 Image in Editor。它讓我們能夠在編輯區呢就直接看到貼進來的圖片的樣子。因此當我們在寫筆記或者是寫文章的時候，就不必要再另外開啟預覽面板來看一下這個貼進來的這個圖片到底是不是正確。比如說我們現在目前是在預覽狀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貼進來的一個圖，那我們再按一下 Ctrl+E 切換成編輯狀態，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其實這一個圖片它馬上就可以在我的編輯區裡面直接看到。因此這樣子我們其實就不必再開啟預覽畫面就可以很直接的看到這個圖片了。那這邊還有一個小技巧，就是說為了方便將來我們再來找到這個檔案那最好是這個圖片貼進來的時候因為它的這個檔名都會是固定的pasted 的 image， 然後日期時間點 png 這樣的格式。那我們可以按在這個連結這邊按下右鍵，直接點擊這一個重新命名，然後就給它一個名稱比如說我隨便給它一個名字好，那這個名称有特定的重新命名以後呢，將来我们就可以更方便更容易的来找到這一個檔案。好，那我們接着要介紹的第四個外掛呢，叫做 Clear Unused Images。那因為隨着我們這個截圖的數量還有貼進 Obsidian 的這些圖片越來越多，那有時候有一些圖片有可能不需要不小心貼進來，或者是後来我們把它上傳到了圖床，然後用HTTP 的超連結的方法來使用，但是仍然留在我們 Obsidian 裡面的檔案就會越積越多。那現在透過了這個 Clear Unused Images 它會幫我們找出我們 Obsidian 裡面沒有被使用到的圖檔，然後它會幫我們直接就刪除掉。好，那這個就可以確保我們 Obsidian 儲存庫的空間不會被這一些不再使用的圖檔佔據了。那它的操作方法我們必須要開啟命令面板就是我們按下 Ctrl+P， 然後再輸入 Clear， 好，就可以找到這個 Clear Unused Images， 然後再點擊它，它就會來幫我們搜尋我們的這些圖檔，然後沒有被使用到的圖檔呢就會被刪除掉。好，那這就是我們介紹的兩個跟圖片相關的方便的外掛。因為工程師有寫不完的技術文件、系統文件、研究報告等等那通常我們會需要把這些文件呢產生成不同的格式比如說可能需要產生成 PDF， 也會需要產生成Word 的 docx 或者是OpenOffice 的 ODT 等等這樣子的格式。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第5個外掛哈，就是 Pandoc。那我們只要安裝了 Pandoc 以後，那再點擊了 Ctrl P 或者是 Command P， 出現了命令面板以後呢，再輸入 Pandoc。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命令面板裡面呢，就會列出 Pandoc 所支援的所有的可以匯出的格式比如說，你就可以來選擇這個 DOCX 或者是 ODT 等等這樣子的格式那所以我們有需要產生成不同的格式的時候呢，就可以使用這個 Pandoc。那當然 PDF 因為 Obsidian 直接就支援了匯出 PDF 了所以你就 PDF 的部分你就是直接用這個更多選項，然後直接選擇這一個匯出 PDF 就可以了。好，那這個是匯出不同格式的一個外掛。那接着我們再介紹第6個外掛就是 Title Index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寫一些報告的時候，會需要把我們這些標題都加上的號碼來做一個排序那像這個時候呢，這個 Title Index 這個外掛呢，就可以很方便的自動幫我們加上這一些編號比如說我們按一下 Ctrl P 進入命令面板以後，再輸入 Index 或是輸入 Title 找到這個 Obsidian Title Index 以後，直接點擊它就會幫我們把所有的標題呢自動加上編號。好，比如說我的第一個標題2呢，它就加上了1點，然後下面3個標題3呢就變成是 1.1 點。好，我們從右邊這一邊開啟這個大綱這個面板可以看得更清楚因為我們現在右邊這個沒有跟我們左邊這個同步了所以你看不到它這個前面沒有出現這個號碼。我們可能按一下 Ctrl S 把它存檔存完檔以後，你就會看到它就有1，然後 1.1 點 1.2 點2就有 2.1 點 2.2 點 3.1 點 3.2 點等等那就可以馬上就幫我們做出這樣子的編號，然後這樣子我們在產生的 PDF 或者是 Word 的格式的時候呢，就有這個順序的號碼可以使用那當我們需要這個編號的時候呢，這一個外掛就可以很方便的自動幫我們加上這些號碼。那但是要注意的就是目前這一個外掛它沒有辦法做開始編號的標題，它沒有辦法指定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沒有特別去做修改的話，標題1呢也會被它加上1點但是因為我是習慣用標題1來當做是我筆記或是文章的標題那我這個文章的標題我通常不會希望它會出現編號，因此我的1是從標題2開始。那像這種情況呢，目前必須去修改外掛的原始碼。那修改的方法其實很簡單你只要找到你儲存庫的根目錄裡面會有一個.obsidian 的資料夾，那裡面會有 plugins， 你再找到 obsidian title index 裡面的 main.js 那用任何的文字編輯程式把 main.js 打開，然後找到移到第84行，在第80行後面插入下面這4行命令，然後再儲存起來，再重新啟動一次 Obsidian， 它就會生效了那生效完的結果就會跟我剛剛的展示一樣標題1呢不會加上編號會從標題2第一個標題2開始編號。那這個是我們介紹的第3個加上幫我們的標題列加上編號的一個外掛。那最後一個要提醒一下工程師們的一點就是我們的 YAML 區應該是每個筆記都要有一個這樣子的定義我們很多重要的，比如說你的這一篇筆記的建檔日期、修改日期，或是它分類的標籤等等呢，都應該寫在我們的 YAML 區我們筆記最開頭的這個 YAML 區，用3個減號開頭，3個減號結尾，然後呢，我們可以輸入任何的關鍵字然後用冒號，然後後面呢就是我這一個關鍵字它的一個值它的 value。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呢，幫我们這個筆記呢加上很多很多關鍵的欄位。那將來我們就可以用很多的外掛來讀取這個區域，然後就可以做很多的像過濾啦、排序啊等等的這些應用那因此，請大家一定要加上這一個 YAML 區，尤其是這個 text， 可以加上一個陣列，
可以指定多個標籤。那將來我們在這個標籤列上面呢，就可以很快的找到你某個需要參考的筆記了。好，那以上就是希望介紹的這幾個外掛跟小技巧呢，對軟體工程師呢能夠有幫助，我們從而產生出更多更加理想、更加有參考價值的筆記。好，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